重活一世，我的气血兽由战斗系灵蛇变为银龙。他低沉轻笑，需要我帮你吗？主人，我一脚踹过去，却被抓住脚踝，会很舒服的。器械兽是所有高门继承人的最佳拍档。15岁时，林家预备继承人开始选择器械兽。堂姐选了金狮，吼声震天，霸气十足；堂妹选了白狼，眼风凌厉，移速极快。最后才轮到我。我在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器械兽面前转来转去，身后的管家不断叮嘱：器械兽的选择于您来说尤为重要，他们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您是否能成为继承人。您父亲的器械兽便是最强悍的黑狮，黑狮叔叔你也见过，家主死后他还能存活已经是奇迹。血气结成，双方会性命相连，所以一定要选择强者，知道吗？管家说个不停。我脚步停在所有兽人的最后，铁笼里一条墨色灵蛇盘踞着，血瞳骇人。管家见状忙道：这条蛇毒性不错，只是个性过于冷血，难以驯服。我勾唇，这条蛇有多冷血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大小姐，救它了。或许是我停留时间过长，管家轻声询问。足有5米的黑蛇蛇身挪动，红眸不断注视着我。眨眼间，黑蛇幻化为一名赤身少年，黑发红瞳，俊脸冷白。他歪头瞧我，恍惚呆萌的神情跟上一世差不多。大小姐，若是选择他，将器械给他带上即可。不，我后退一步，看着铁笼中正愣的少年，眉头皱起，嫌弃道：一股臭味，我不喜欢冷血动物。笼中少年脸色似乎白了些。管家立时道：那再看看，优秀的器械兽还有许多，不急。我点头，转身离开，没注意到身后铁笼中的少年伸出手，想抓住我的裙摆，却抓了个空。回主宅时，林莹和林苑正在训练器械兽。林苑见我便冷笑：听说大小姐没选，怎么瞧不上那些顶级兽人？你有意见吗？没有，只是想看看3天后继承人大会你会带来怎样兽人让我们开眼。他笑得明艳。我盯着林苑，上一世林默背叛我，投靠林苑，在我养伤休眠时强行唤醒，逼我吞下毒药，扔进海中，生怕我死得不够干净。当时林苑嘴脸难看，抱着林默嘲讽，说他早就俘获林默的心，哪怕弄死我，林默会付出生命，他也做得心甘情愿。我自认对林默掏心掏肺，却不曾想还有关于我父亲的死，新仇旧恨。我收回目光，这些账我会慢慢跟他算。明明姐怎么不理我呀？林苑语调娇俏。我上楼步伐一顿，忍住内心怒火。林苑，别惹我，小心我会忍不住掐死你。林苑噤了声。如无意外，3天后继承人大会，我会正式成为林家继承人。毕竟我的父亲作为上一任家主令人信服，而我是他尽心培养而来。只是3天后我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器械兽，否则继承人之位还会动荡。我躺在床上失神地看着天花板，管家着急的面容浮现脑海。目前最强的兽人已经全部在林家，大小姐真的没有你看上的吗？没有，在我心中有一个比林默更厉害更强大的兽人可为我所用，只是需要付出些代价。咔嗒，窗户被推开，一抹消瘦身形迅速跪在床边。我坐起来，看着那张熟悉的脸。私闯预备继承人卧室是死罪。我沉声。林默还是少年模样，只是不再赤身，已然穿上黑 T 长裤，俊脸透出些许悲痛。他红瞳注视着我，喉结滚动，语气复杂。大小姐，我愿为您所用，为您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还有，我真的不臭，如果您不喜欢我身上的味道，我可以涂抹香水，又或者……他声音越来越小，有意思。又或者什么？我可以去做手术，植入体位腺体，选择你喜欢的味道。他脸色苍白的异常。上一世他可不是这样，当时他话很少，我费了一番心力才让他认可，费尽心思才让他多说几句话。林家家主喜欢兽人，和兽人相恋是整个京城的笑话，可我不在乎，却没想到栽在了他身上。你说你愿意为了我死？我坐在床边，脚尖勾起他的下巴，与之对视。相比林默激动的颤抖的眼瞳，我眸色冰寒。为什么？我问。大小姐，睿智强大，我喜欢跟着强者，可我不喜欢身边跟着弱者废物。我不弱，我的排号是1，在今天的兽人里我是。让我看看你的诚意。我打断他的话，站直身子，往他面前丢了把匕首，嗤笑。你说可以为我而死，现在就自尽去死，让我开心开心，如何？他不敢，在兽人中奋战千万场才活下来，他怎么会舍得轻易死去？毕竟林苑交给他的任务还没完成。林默沉默许久，不敢就滚。我失去耐心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会记住我吗？他声音沙哑，红瞳轻颤，匕首被他紧握，苍白的手背抱起青筋，刀尖刺在脖颈上，一道鲜血沿着脖颈往下漫过锁骨，藏入黑 T 短袖，血腥味让我牙尖发痒。你不配。匕首掉落在地。林默呼吸急促，他注视着我，眼神探究，似想从我脸上看出些什么。最后他跪趴在地上。若我的死不能让您记住，那将毫无意义。明明我……他的话被我一脚打断。我抬腿踢在他的脸上，将他踹倒在地。无能的废物，谁给你的胆子直呼我名？男人侧倒，慢慢爬起，嘴角渗出血丝，神色痛苦。瞧着着实可怜，但我只有恨，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大小姐，3天后您会知道，这世上没有比我更强、更适合您的兽人。呵，就你。林默喘着粗气，再次跪好。是，就我。我许久没说话。林默确实有实力，不过我没蠢到再次落入陷阱。回去告诉林苑，玩阴的没意思，有本事在继承人大会挑战赢我，光明正大取代我。林默猛地抬头，那一眼像是要看到我心里。
激动痛苦，似乎还有不易察觉的深情混杂着。我轻笑，怎么，你以为我闻不出你身上的香水味？林苑有许多香水，全是定制款。林默偷用香水，又或者靠近林苑染上香味，我都不在乎。这两人迟早死在我手里。林默闻言逐渐平静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林三小姐没有关系。我不在乎，你滚不滚？月光透过窗口照射在林默身上，他跪得恭敬，只要您需要，我随时都在，你好好休息。我看着他翻窗离去，捡起匕首抛过去，刺进他后肩背。林默身影晃动，回头深深看了眼。父亲说我远程攻击不太行，果然如此。我倒在床上睡觉，再醒来时，床头柜上放了把带血的匕首。林默昨晚又回来了，我竟毫无察觉。当务之急，我要与那位玄兽结契，否则林默迟早趁我不备下狠手。我拒绝管家重新选兽人的请求，独自踏入后山，那里藏着一位嗜血而生的兽人。尊主，我拿命换您自由，求您与我结契3年，如何？我站在岩洞之间，声音回响。不远处，古铜色肌肤的男人被4条铁链扣住，摆成大字形，即便被控制，也全然不见狼狈。邪恶至极的黑龙，称霸万兽之林多年，若非我父亲10年前降服，以他闹事的能力，人间早被搅得天翻地覆。男人墨色长发随意散落，眸色阴沉，俊脸无甚表情。我犹豫，正准备拿出秘密绝招，忽的对上他眼眸中一束红光，浑身发热，一股秘密的清痒渗透全身。我猛地跪倒在地，呼吸急促，眼睛死死盯着岩壁上的男人。我躺在地上，手指往空中抓去。好空虚，想抓住什么，将身体填满。我大口喘着气，只盯着男人诱人的上半身。玄龙忽的痞笑，想要我？低沉磁性的声音像是柔软的鱼钩，我就是那条被勾引的鱼。在我迷茫的眼中，铁链松开，岩壁上的男人眨眼间便到了面前。他单膝跪在我身侧，温热的手指抚摸在我脸侧。转世之人，他淡声问。我尽力调整呼吸，却难掩震惊。瞧着禁欲，竟也有如此渴求的目光，可爱。他微微笑，嘴里说着可爱，手指却掐在我脖颈上，慢慢收拢。我恍惚，果然不能和他做交易吗？不等我撤退，玄龙脸色骤变，他右手大拇指碰了碰我的左眼眼珠，笑意消失，歪头有几分疑惑。他沉吟片刻，交易我同意，带我去见见你的本体。刹那间，3魂归位，灵魂回归本体。我还坐在家中床上，身体却热得不行。我颤抖着抓住衣襟，无力躺倒在床，双腿难耐地抹撒被子。这条银龙，我在床上咬着枕头。1米9几的男人不知何时站在床边，玄龙嘴角噙着笑。需要我帮你吗？主人。我回头勉强收起欲火，跪下。跪着帮你？我想骂人，却没空，只好咬牙道：我还未成年，收回你的下作手段。未成年？转世之人，你的灵魂似乎已有23岁，若我没记错，你们人类成年是18岁。我已经无力说话，身体干燥的不行。玄龙凑近，压在我身上，龙涎香极为诱人。他循循善诱。需要我帮你吗？你会很舒服。从房间出来时，我给了玄龙1巴掌，我浑身发软，极为不适。以后这种下流技能不要用到我身上。我恨声道。玄龙跟在身后，冷硬俊脸露出痞笑。可你好像很喜欢。玄龙从身后搂住我的腰，温热的呼吸凑在我脖颈间。我眸色一冷，抬脚狠狠踩他脚尖。龙性本淫，这条龙不愧是龙中翘楚，缠人的很。玄龙非一般的缠人，他几乎时时刻刻要在我身边。我也因此直到继承人大会才出门，继承人大会还迟到了，原因是这条死黑龙不喜欢我给他准备的黑西装。本尊数年未出世，登场自然要华丽炫目，这衣服黑的找不见龙，则不好看。那你要怎样的衣服？至少得镶满宝石才与我相配。我放弃哄龙，把衣服往地上一丢，一早上来来回回就给他找衣服换衣服了。一条龙还挺在意外在形象，爱穿不穿，不穿光着去。谁料玄龙摸了摸下巴，沉思几秒，不错，我这般身材给他们看算是他们有福。传说中霸气狠厉的黑龙，意外的烦人。我踏入宴会大门时，那里骤然寂静，那些探究、嘲讽、期待的目光在看到我身后之人时瞬间消失，所有人屏息，恐惧在会场中蔓延。他们都知道我后面的人是谁。我勾起最标准微笑，扫视会场，最后落在我那阴毒的三叔身上。我迟到了，不好意思，希望不会影响到各位的投票结果。我轻声说着，漫步走到台上。玄龙腿长不宽，却稳稳跟在我身后。他到底是穿上黑西装，只是丢去内里的白衬衫，极为骚包的穿着黑西装外套，露出些许健硕胸肌。哟，好久不见。玄龙朝不远处招了招手，在场的都是林家关键人物，自然都是他的熟人。他挥手的瞬间，左手无名指上的气界闪烁。林明明简直疯了。是啊，他怎么把玄龙放出来？不对，玄龙怎么会愿意跟他结契？会场中窸窸窣窣的讨论声逐渐变大。我站上台，看向林莹、林苑，又对台下三叔道：来，开始投票。三叔愤恨不已。林明明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我朝他一笑，提高音量。我当然知道，林家不是强者为尊吗？30年前我父亲最强，所以他是家主。今日难不成堂姐和堂妹还想再试试挑战我和我的器械兽？我环视台下，无人敢出声，只有三叔气得脸都憋红，而林莹、林苑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他们不论是与我单独武力，还是让气血受伤，都毫无胜算。我志在必得。或者你们认为还需要投票吗？当然要。
三叔猛地出声，他收买了那么多人，总还有些机会。我看他表情都能看出来他脑子里在想什么。那就投票吧，我不甚在意。不过各位一审输败，现在林家已经在走下坡路，我们继承人里究竟谁能带领林家重回高位，想必你们心中有数。三叔指着我，你闭嘴！你私下放走玄龙，还与他结假契，自己想死就罢了，还想带着全家一起死是吗？台下又开始躁动起来。是啊，林明明今日敢私放玄龙，明日就敢把我们的命丢出去铺路。再说玄龙怎么会愿意和他生死与共？诓我们呢吧？啪啪，身后玄龙拍了拍手掌，浑厚嗓音响起，安静。他站到我身侧，看来你们对我的公主主人很有意见。他看了眼三叔，见他吓得一激灵，忽的一笑。首先，林家的富龙镇在林胜死后就对我没有半点鸟用。其次，本尊自愿和主人结契，你们有意见？至于什么林家不林家，我不在乎。我的公主说你们是死的，你们就是死的。玄龙轻轻拉起我的手，缓缓单膝跪在我身上，蜻蜓点水的吻落在手背。他抬头，墨色眼瞳倒映着我的身影，又在看台下的人。当然，他说你们是活的，你们就是活的。话已至此，继承人投票成了摆设，我全票成为林家新贵，新一代继承人。家族盛大，绝不会有傻叉。他们都很清楚，跟着谁才会有荣华富贵和命。玄龙表现得很不错，我决定给他些奖励。什么奖励？他双手抱着后脑勺，上身后仰，步伐随意地跟在身后。我刚要开口，温热的呼吸又凑到耳边，轻缓勾人，是我想的那种吗？话毕，一口热气吹进耳廓，酥麻感遍布全身。我打了个冷战，浑身鸡皮疙瘩四起，回身抬手一巴掌，滚远点！玄龙没躲，被打得偏过头，瞧着我欲言又止。他舌头抵住左腮，几秒后才道：脾气怎么这么差？以后还得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事。他又老实跟在我身后，回房后才问我的奖励呢？我脱下高跟鞋，坐在床边冷笑。刚才不是赏了你一巴掌吗？不够。玄龙正色，单膝跪在我面前，手伸向我的脚踝。我预感到他要做什么，抬脚要踹，却被大手握住脚踝，不得已慢慢抬腿。不要太任性，我的公主。公什么主？叫主人。我咬牙想把脚抽出来，却如同被铁锁扣住。我喘口气，缓下心情。我向来能屈能伸，你放开我，我给你奖励。玄龙半信半疑，到底是松开我。我闭眼，匕首在手腕上划出一道红痕，鲜红血液迫不及待涌出，伤口极为瘆人。手指握拳，我抬手将滴落的血送到玄龙嘴边。滴答，他起唇舔走嘴边的血，眼中闪过阴翳红光。极阴之血，这也是我敢去岩洞里找玄龙做交易的底气。龙血热燥，修炼起来更是沸热无比。他需要极阴之血压制暴力基因，而我刚好是千年难遇的极阴之人。这具身体的特殊之处放在别处没有价值，在玄龙那里，怕是抵得上他龙洞里的一堆珍宝。够了！玄龙握住我的手腕，伤口渐渐愈合。我疑惑，够了？这才几滴血，够他塞牙缝吗？玄龙起身，勾唇，你命都是我的，这几滴血不急这一时。我理解的点头，而且相比这个，我更想要点别的。后面这句话语气低缓，令人遐想。他凑近，埋头在我脖颈处，熟悉的龙涎香再次出现。我思维恍惚，开始深呼吸。我可没用技能，主人，是你喜欢我，想要我。成为林家家主后，我愈发忙碌。我父亲死后3年，林家开始走下坡路，如今是表面风光，背地里一团乱。就这样，我三叔还是对曾经最疼爱他的哥哥下了毒手。我坐在书房里，翻找着线索里蛛丝马迹。当年我父亲在万寿之林战死，一代枭雄落幕，所有人都万分可惜，只有他的器械兽黑狮在林家闹了一场。他说不对劲，又说不出为什么不对劲。总之，我父亲是被害死的。那时我虽难过，却只有12岁，三叔又对我极好，哪曾想过什么万寿之林、枭雄之死都是一场阴谋。待我掌权8年后，才偶然找到些证据，让我怀疑三叔和林苑，只是来不及继续查证，就被林默弄死。我恨极了林默，在林家那么多年，他是我唯一信任的人，不光信任，还交付了一片真心。谁知将自己拖入万劫不复之地，还让父亲的死再也见不到光明。我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恨不得现在就宰了那些祸害。下一瞬，下巴就被掰开。玄龙捏着我的下巴，凑近与我对视，他垂下眸，又往我嘴里看去。小心点，牙齿坏掉长不了，到时候哭着求我，我可不会帮你。我拍开他的手，不耐烦地吩咐：玩你的宝石去。龙喜珍宝，璀璨闪亮的宝石更是心爱。我从库房找了些宝石让他玩，就是想让他少动手动脚。宝石哪有你好玩？我瞪他一眼。玄龙挑眉改口：宝石哪有公主好玩？我站起来，狠狠踹他一脚。叫主人，叫主人，听不懂吗？玄龙被踹得后退，愣是不还手。他很奇怪，据消息，玄龙脾气再差不过，稍不注意惹了他，被虐被杀都是常态。而现在，即使他与我结契，也不该如此反常。我最近对他态度很差，也想知道他到底能忍到何种程度，为什么忍？但很可惜，这人面对我仿佛没有任何脾气，任打任骂，还笑嘻嘻凑上来，奇奇怪怪。我急着让三叔和林苑死，关于他们害死我父亲的证据也在逐渐完整。上一世我只查到父亲出发前喝的茶水有问题，这一次我找到了所谓万寿之林的兽人伤人事件的根源。那座村子都被三叔收买，他们引导父亲进入森林，放出早就准备好的兽人。他们来得突然，父亲恶战3天3夜，终究体力不支倒下。
到了最后关头，他也敏锐发现这是一场局，所以拼死在最后解开与黑狮的血气，让黑狮得以回来保护无依无靠的我。可惜黑狮叔叔回来后也只剩最后一口气，如今只能在床上执着呼吸，不肯就死。他满心愤慨，却无能为力，所以每次看见我都满眼悲伤。我把文件放在黑狮叔叔面前，强忍泪水。我会将真相大白天下，父亲死的冤枉，坏人应该千刀万剐。黑狮叔叔抬手拿文件的力气都没有，我握住他粗糙的手指，颤抖着，您放心。黑狮叔叔躺在床上，缓缓眨下眼睛，随后慈爱地看着我，不甘地闭上眼。我抱着黑狮叔叔的尸体大哭，酸涩的眼泪不断涌出。这些年，若不是黑狮叔叔还在，我不知该如何长大。从小就是父亲和他照顾我，亦师亦友，更是我心中最后的牵挂。从今以后，逆我者死。我并没发现身体不对劲。将文件传出后，我当着林家众人面叫来三叔和林苑。林苑那时年纪小，并未参与，但我不准备放过他，毕竟上一世是他杀了我。三叔跪在地上求饶：“家主，苑儿是我独女，她那时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您怎么处理我都行，放过她。她到底是你妹妹啊！”族中其他长辈也在劝：“怪你三叔就好了，何必对苑苑也动手呢？私人已逝，上一任家主疼爱小辈，怎会愿意将苑苑牵扯其中？明明算了吧。”他们你一句我一句。事过几年，父亲的死摆出来，也无人愤怒。他们仿佛忘了父亲死前对他们有多好，又忘了他死时他们有多伤心。短短几年，这些人吃了三叔不少好处，就忘却过去。说到底，他们当时的伤心，不过是失去保护伞后的恐惧演化而来。我替父亲不值，我把那些证据甩在三叔脸上。我父亲在万寿之林密战3天3夜，精疲力竭而死。三叔，你体验体验他的痛苦如何？林泉跪着，瞳孔紧缩，那些兽人的有多恐怖，他最清楚。当然，对你这种畜生，斗兽场才是你的归宿。我眼神示意，立刻有2名暗卫出现，拖着林泉下去。他奋力挣扎。林明明，你要杀要剐随意，苑儿是无辜的，姐姐，求你，明明姐，求求你。林苑忽地抱住我的小腿，她艳丽傲娇的面容上第一次出现恳求。我半蹲下，求我什么？放过我父亲，他是一时糊涂。大伯，他最喜欢我父亲，你杀了他，大伯也不会高兴的。明明姐，求求你。她掉了眼泪，晶莹透亮的水珠顺着漂亮脸蛋滑落，何其可怜。我垂眸，想起被丢进海里时，那时我也不愿死，没有人愿意死，只是当时的我更执着。父亲真正死因近在咫尺，我想至少让我查清楚，查得清清楚楚再死。可林苑没留情，他一刀插入我胸口，将我从悬崖推入深海。那时刺耳狂傲的笑声似乎还在耳边，与现在哭得颤抖的人儿天差地别。我给了他一颗药，毒药，你吃了，你父亲就不用死。会听骤然寂静，众目连顺下，林苑呼吸都开始小心翼翼。他难得露出纯真神情。真的吗？我吃。他拿过我手里的药丸，深吸口气后闭眼吞下。我吃掉了，放了我父亲吧。我站起来，对上他清澈的目光，嗤笑一声，把刚才的暗卫叫回来。暗卫打开荧光屏幕，现出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暗卫嗓音嘶哑，给了林章一条活路：家主让你选一个，你死还是你的独女林苑死。林璇被推到斗兽场门口，神态癫狂，万分恐惧之后吞咽口水。让林苑死吧，她还小，不懂事，让她死。眼睛一闭就过去了。同样的理由，不同的选择。林苑震惊地捂住嘴巴，不敢置信。她跪倒在地，眼泪比刚才落得更凶。我轻笑，真巧，你父亲也选择让你死。林苑手指探入喉咙催吐，她吐出酸苦的胃液，哭得满脸眼泪。我不愿意为他而死了。林明明，把解药给我。我弯眸摇头，没有解药哦。林苑因为毒性在地上打滚。林璇还是被送进了斗兽场，我心中爽快，笑得也畅快。还剩一个人，不用我找他，他自己会找过来。京城所有大屏直播了斗兽场3天3夜，看着我的三叔奋力挣扎。他没有我父亲厉害，所以我贴心的把兽人换成低阶。他为了活着，只能不停战斗，不停歇，直到精疲力竭，喉头吐血，还要在直播里大骂我林明明不是人。他举起刀，与我父亲模样有几分相像，也不像。我父亲强大温柔，而他是把自己亲哥哥下药毒杀的废物。我看着他在屏幕里倒下，死不瞑目，我却抱着父亲送我的小熊娃娃，笑得开怀。一命抵一命，还差一条命。林墨在出现时，玄龙不在我身边，冰凉的手捂住我的嘴唇，将我拉入小巷。林墨消失半年，终是出现。巷内狭窄暗黑，身后男人一手揽着我的腰身，一手缓缓从我唇上移开。我挑眉，怎么，终于来为你的心上人报仇了？林墨呼吸清浅的几乎没有，几秒后，低温的吐息在脖颈边，痛苦压抑的男声响起。明明，你也重生了，对不对？他双手从后面扣紧我腰身，力量增加，像是要把我揉进他身体里。我怔愣半瞬，随后感觉到脖颈处晕开微凉的水渍。林墨哭了，他闷声：“你不要我了，有什么用呢？”我坐在床边，双手被绑在背后。林墨身姿斑长瘦削，站立在我面前，暗红眼瞳翻涌复杂目光。你喜欢上玄龙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微笑，你以为我还会重蹈覆辙？我与玄龙始终是交易，他对我多忍耐，也不代表他会在3年后舍不得将我吞噬。对马上端上桌的美味佳肴忍耐度高点是正常的。林墨神情好看些许，他缓步走近，冰冷手指在我脸颊轻抚，目光逢犬。从前是我对不起你，明明，我赎罪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他喉结滚动，慢慢跪下来。男人黑衣黑裤，苍白俊美，面容满是伤痛。他祈求着，颤声道：“我爱你。”我不信。
我再也不会信男人的鬼话，所以我抬脚将林墨踹开。他慢慢爬起来，再次跪到我面前。他说，上一世我曾被林苑救过，所以想报恩。我也一直以为我喜欢的是他，直到你落入海中，我才知道我真心喜欢的人是你。呵，我笑出声，呸，口水吐在林墨脸上。这就是他的理由，他的解释。我失去耐心，林墨的缘由比我想的更无趣。背后的手转动器械，准备将玄龙换来。他似乎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明明我可以帮你在玄龙手中活下来。我动作一顿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和玄龙结的是死契，期限到了之后他会吞噬你。这半年我去凌云山找了个宝物，到时可以将你替换出来。我皱眉，屁，云山是哪里？异世界。林墨看着我，眼瞳颤动。你落入海中后，我没有立刻死亡。当时我明白自己心意后，回老家找秘法重生。我本想这一世好好护你，没想到我也重生了是吧？他静默，我也沉默。我当然不想死。林墨所谓的宝物确实拿捏我，器械被我施术，玄龙没法找到我。林墨知道宝物可以拿捏我后，也将我放开。我被关在一间昏暗房中，里面只有一张床。林墨沉默异常，在我第3次不爽地将床踹开时，他朝我走来，偏冷的手指掰开我左眼，看进我的瞳孔。明明，你没发现你的脾气更差了吗？他平静道。我皱眉，将人推开。你被人关着试试？什么叫更差？你什么意思？林墨轻抚我的头发，离那条龙越近，他残暴的本性越能感染你。别在这有的没的，有办法就说，没办法就滚。当然有。什么宝物？我正要伸手，林墨却摇摇头。我不知道你拿到这个东西后会不会选择离我而去，所以我需要一个誓言。我发誓。林墨将我脸侧长发挽到耳后，眸色深不见底。不是身体上的事，我要你。我不耐烦了。被推倒时，最后一丝耐心消失。玄龙凭空出现在林墨身后，上半身光裸，黑色长发因为愤怒飘扬。他伸手一抓，便将林墨的头抓在掌心。他沉眸，语气低沉：我的公主，别太任性。林墨浑身不受控，强忍痛意看向我，一只手颤颤巍巍将木人偶递到我面前。快跑！他脑袋几乎变形，红瞳即将失去生机。我接过木人偶，发动术法，不过瞬间木人偶融入体内。我身体里自从和玄龙结气后就沸腾燥热的血液霎时安分下来。林墨还在看我，用最后的目光。快跑！明明，对不起。我站在他面前，勉强勾了勾唇。不用对不起，玄龙是我叫来的。林墨如遭雷击，我收起假笑，愿我们下辈子别再遇到。砰！林墨浑身炸开，散成猩红光点。他死了。玄龙垂首，面色阴翳。他碰了你哪里，用你管？据玄龙所说，我是他命中的新娘。10年前他就感知到我的存在，所以故意被我父亲击败，自愿待在林家岩洞副龙阵里。只要我出现在他面前，他就会靠气息辨认出来。可惜我上一世至死都没去他面前露脸，这一世他等到了。他说其实他不太喜欢命中新娘这个东西，他本想找到我杀了我，又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现在陪在我身边也不过是占有欲作祟。哦，我无所谓，不过我好像有点喜欢你了，我的公主。他拉着我的手，黑瞳看进我眼底。我不在乎，总之这条命已经和玄龙绑在一起，他帮我报仇，我任他处置。玄龙没得到想要的回答，气得许久没说话。我默默看文件，无视他在书房转圈圈找存在感。3天后，玄龙终于忍不住结束单方面冷战，开口问我，你不伤心吗？我从文件堆里抬头。玄龙一脸不甘。我说我只有一点喜欢你，你不伤心吗？我该伤心什么？我搞不懂。本尊叫你公主，却只有一点喜欢你，你不觉得难过吗？难过什么？玄龙一口气憋在胸口。我不知道他在气什么，好像下一秒就会气晕倒。迷惑。最后他叹口气，罢了，还有很多时间。他自言自语，又瞪了我一眼。反正我也没有多喜欢你。哦，我不甚在意。玄龙摔门而去。半小时后折返回来，抱着他炫目的宝石堆在我的书房端看。3年之期眨眼间便到。这3年我与玄龙可谓形影不离，我也做好消失的准备，却没想到玄龙最后伸出来的要我命的手里藏着红宝石戒指。他强制性给我戴上戒指，恨道，你这条命是我的了，不喜欢我也不行。我无语，必须喜欢我。他又在我耳边轻声下咒搬道。番外，玄龙婚后个性愈发黏人幼稚，或者说从我们熟悉之后，他的幼稚就慢慢从方方面面展现出来，只有某一方面还是很成熟。对上龙瞳中的红光时，我再次倒下。你停下，这爱使用下流手段的性子还没改。玄龙学会撒娇，知道我吃软不吃硬。才不要，主人会满足我对不对？我甩他一巴掌，清脆响亮。玄龙捂着脸笑嘻嘻，老婆打得有点疼。他一激动就乱喊，公主、主人、老婆、宝贝，乱七八糟一顿喊。我回神后认真地问他，这种下作手段你用过几次？玄龙诚实招来，很多次，数不清。我咬牙。他笑起来，不过我只帮亲老婆解决，不生气哦。他见我不高兴，也有些委屈。那时候每天来挑战我的人和兽人太多，我嫌烦，看他们一眼，他们就没招，百试百灵，所以我才一直用。哦，对，他之前在万兽之林称王称霸，确实每天有打不完的架。我消了气，玄龙又贴在我身边小声道，我这招以后只对主人你一个人用。半晌后，玄龙喜提2个巴掌印，老实出门干活。全文完。